这个的话就是它需要。你在破坏别人的咖啡树啊！我们是一颗一颗杯测哦。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呢要前往阿里山，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去2个咖啡庄园，都是非常顶尖而且指标的咖啡庄园。第一站呢，我们就要先去到鄒筑园，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庄园嘛。然后再第二个是我们完全没有去过的咖啡庄园，叫做豆御香。有在喝台湾咖啡的人一定对豆御香不陌生，或者有在看我们之前影片的人，他曾经是那个2025的阿流赛，那他是拿到最高价，是15公斤46万，非常惊人的价钱。重点是呢，我们今天还会带日本人一起去看。那这次来的日本人，他是世界咖啡团队粕谷哲那边的首席咖啡师，那他也是第一次来台湾，但他之前有去过一些不同的咖啡产货，那所以这次来看看他对于台湾这个咖啡产地有什么样子的感想。终于来到阿里山鄒筑园了，对，你要来一次。今天好，咖啡王子。哇！它其实就是鄒筑园的英文字前面 ZZY， 后面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咖啡树，所以它很多这样有一些硬的部分，对，像是线条在科学的数值，因为我们都在研究咖啡嘛，对，这是一个树根。但是我之前有看过阿迪的影片，里面你们在做那个 lot， 看到有一个部分是你们在那边聊天，然后是跟现在完全两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厉害哦！伦哥太厉害，每年都会有一些惊喜。这种惊喜的话，我就知道，看得出来。这边是品种 variety research。哦，这个是那个 SL34的采收季节比较早，所以现在树上已经没有什么果实，所以呢这阵子下雨，它上面就准备开花了。铁皮卡它树上还有果实，所以它的花可能就还没那么多。一切都是取决于果实摘下来多少，采了比较多之后呢，它就才会有机会开花。对，因为它才有比较多的能量去推动这个花的发展。但是还有果实的话，它的花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你们有吃过咖啡的果实吗？ Yes, thank you。现在因为现在下雨哦，它可能甜度不会那么高了。每次来都一定要吃一下。有甜，但是还不够甜，可能要再过2-3个礼拜才会采收。伊索比亚的原生种，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种。那你有看到它跟34一样，在开花了。这种早熟的品种，它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避开雨季，可以避开 Geisha 高产量的时间。所以如果说你种的跟 Geisha 是一样的季节的话，很有可能会挤在一起。哥大的 Geisha 也是实验室他们培育出来的 Geisha 品种。这样观察起来，它都是属于比较低产量、长节间的品种。但是它也有分成好几个形态，像这个，它的顶芽是绿色的，这个顶芽是有点黄色。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也比较早熟，这个比较慢熟。然后有些豆子比较大颗，有些豆子比较小。全世界都在种，那我们也种，大家也都会说我们就是跟着巴拿马的这个热潮而已。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系统，像比如说索恩纳，或者是接下来可能从原生种里面找到比 Geisha 更厉害的品种，然后它还没被发现的话，不就是会变成是亚洲的翡翠庄园？ So that they won't grow higher, they will grow to the side。就都是菠菜，哇，菠菜。但是呢，它底下呢就会很多咖啡小苗，因为熟的掉下来，果实掉下来，这边就会长很多咖啡苗。这个叫什么子叶哦，还是什么？胎叶哦，胎叶，种子里面的原本包的那2片，它就是圆的，对吧 ？The very first 2 leaf of the coffee. Liberica. Oh my god, 見て、リベリカだよ。The leaf is so big. Oh my god. 这个开花了嘛？这边有。Oh my god. 葉っぱでか。哦，它们花长得蛮像。リベリカでか。这个样貌去嫁接比较娇贵的品种，这个根的发展一定是非常的强壮，所以旁边这边就有嫁接 Geisha 的，上面就 Geisha， 这边去做嫁接。最上面嫁接的部分是在 Geisha， 下面是赖比瑞亚。赖比瑞亚的根去输送养分，对，出来是 Geisha 的味道。哦，好厉害哦！这个是赖比瑞亚的根，然后上面是尖身波旁。好厉害哦！好可爱哦！叶子的颜色很优雅，而且它比较大片，有没有？对，原本的尖身波旁长这样，比较小片。对啊，差很多。是营养的关系，可能就是它吸收养分的关系。摩卡 ，So it's very small。哇，超可爱，小摩卡，瓜地马拉。瓜地马拉的摩卡。这个是算是大颗的摩卡，叶子跟叶子之间距离是比较长的，这种就是属于比较低产量。那短节间就是这种，那叶子跟叶子之间距离都很短。
哦，这种就叫短节间。那短节间的话呢，就属于高产量的品种。高产量的品种，目前就是中美洲很多实验室都在研究的品种。伊索比亚他们可能这整座山农民根本不知道哪一颗是好喝的。可是台湾的农民是变态到对，我们是一颗一颗杯测哦。高温发酵的日晒，所以你就会闻到那股很特别的那种酸味。哦，这个是厌氧的。高温日晒是比较晚下去吗？就是它先堆在一起，让它先发热。发热完之后，我再上这个船架上面，所以你会闻到那个好像果酸感，感觉特别的出来。做厌氧发酵的，这准备要干燥了。底下是不是让它流出来那个？哦，这是这是蜜处理法。哦，好甜哦！第一次闻到这个，很像百花花蜜的那种感觉。对，哦，好像在挤牛奶。这个一定是要让日本人来体验一下。我们第一次来周楚园就是做这个。哇！不知道他明天要客座啊。第二次搭这种车，好开心，还是很好玩的。对，被打到。其实今天上来真的很漂亮哎。对啊，那一整片原本在过去那边是茶园，然后现在这边全部都要弄成咖啡园，正在整地。那个它挖很深的洞，有没有？把石头埋在深处，扎根会比较顺利嘛？对。现在踩的这个土壤大概至少有2公尺是没有石头的。这个咖啡树2016年种，你看都已经这么粗了。如果说按照国外的经验，这么粗大概都是20-30年的树，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才9年。这片园子它目前的这个空气的温度、光线的强度、湿度，然后它的雨量都会有间歇性的有雨，然后甚至它的土壤的温度、湿度有没有？还有它的矿物质含量。すごい。比如说我要洒水。哦，本当だ。すごい。やばい。日本人吓到。That's why Taiwan coffee price is higher. Oh my god！ 这个是手动哦，例如说这边的土壤的水分低于15%，它可以自动开水阀。对，因为现在土壤的含水率还太高，所以它没办法自动嘛，所以我就手动。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的咖啡园为什么没有遮阴树，但是它的叶子都还是可以长得很多，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叫做土长枝，这个是我们不会要的枝条，我们会去修剪的，因为这个会一直往上长，会长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把它剪掉。然后剪掉之后呢，我们就会跟采茶一样，它就是嫩芽之后摘下来。green 这个就会做成咖啡叶茶。所以它有3个功能，第一个是清洗，第二个呢是把重的杂质处理掉，跟轻的也处理掉。然后好的果实呢会抽出这根管，这根管就是专门在做日晒的 natural process 的管子。这个是插的。哇，すごい。然后它这边就会开始统计老外的比例。突破认知了，你知道吗？我本来来这边，我不知道我要期待些什么，都是一些树，来看树喽。结果，这么多细节，我之前有看你们的影片，但是亲自来感受不太一样。这一次来有很多那时候没有在你们的影片看到的东西，我吓一跳。而且你们自己拍超多新的东西，因为每次来都会有很多新东西啊。Hello，こんにちは。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here and the coffee farms that you have been to？ なんだろうな、すごくローカルなのにすごくシステマチックでめちゃくちゃパッションを感じる、しかもそのパッションの感じが僕ら消費国のバリスタとかともすごく似ていましたね。それは消費国日本とかコーヒーを育ててない国、コスタリカとかエクアドルはもともとコーヒー生産国に生まれた人たちがコーヒー生産をしていて、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ともっと生活に馴染んでいる感じだから、自然への感謝もあるし、もちろん台湾もあるんだけど、自然への感謝がメインになってる感じなんだけど、ここはやっぱりクオリティへの探求心、クオリティとか、あとはどうすればもっと効率的にビジネスができるか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られてるなってすごい感じましたね。すごく共感できる部分、なんか日本のバリスタとして共感できる部分も多かったし、なんか自分たちにももっとより身近な存在に感じられましたね。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环节。以外だったらやっぱ試験農場かな、エクスペリメント。僕のイメージって台湾は例えばカティモールとか SL とか、たまに芸者みたいな
限定的なものしか育ててないと思ってたけど、あそこまでテピカがあったり、ラウリーナがあったりね、リベリカもあって、パカマラも、エチオピアングジエアルームも、74110もいっぱいある中で、それを一つ一つツリーごとにカッピング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が衝撃だったね。すごいんだ。やっぱりなんか知らないものに出会う瞬間が一番僕はワクワクドキドキするから、今日の農園は今までで一番ワクワクしたかもしれない。阿里山的第2站，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一次来的豆御香庄园。它是阿流赛的第1名，去年那个 Face 在标15公斤46万，他们今年呢也有去杜拜参加世界20大庄园的那个竞标。他们这边的咖啡树呢，就跟周杰伦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谁说的？真的就是上面都是他的。这些这边有几公顷？这里有3公顷。哦，3公顷。这一颗的外形，它的果实的状态都不太一样，这就是多样性。不然你喝的艺伎就只有一种风味而已。艺伎不是我们在讲的只有一种艺伎，对对，它有很多种。在我们的基因库里面，它是一个团体，可是，在团体里面有很多风味、很多性状，你要去选择你想要的展现。我们的采收，我们一定会放到爆炸。所以你看我们的果实的成熟度跟人家一般在采收不一样，我们的要求不一样。像这样红，很多人就刷掉了。那我们都是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开始采收。很多人是很珍惜的，然后我们是要我们要的。大哥说，这是他们的采收标准，其实已经有点非常非常熟透的状态。像最前面这一块，已经是整个都是红的，然后底部已经开始有点偏紫色，这时候的甜度和成熟度应该是最高的，就是要连这个上面都已经变成整个红色。很甜啊！这叫做我们的标准。为什么我们比人家贵？再比人家贵1倍吧。我们是有科学佐证，采收标准，光这2个还有采收成本都比人家高。都是3颗的，所以才特别大。吃到3颗，这是最大颗的。这是另外一个水果味，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更像哈密瓜类。前一个我还是觉得比较像花。真大哥在嫁接哦。嫁接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是放上去就可以了。就放上去了，没有什么要注意的。100%成功？不会，我们是顺其自然的，总有一天会全部都过啊。所以如果这次失败了，就再一次就好。你看这里失败嘛，长出来再来一次啊。掉之后我们再种一颗新的就好。像是在台湾这边，就是很多要种咖啡树，以前都是种铁皮卡，可是后来发现艺伎其实是一个更优质的品种嘛。如果要从零开始种艺伎，那他要先买了树苗之后种2年3年，才会有艺伎可以收。那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慢很多。大家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农业技巧，就是嫁接。像在豆御香庄园这边，每一棵树以前都是铁皮卡，对，然后现在嫁接成艺伎。在这边是嫁接的点，所以它都是砍掉最顶端之后，从这个上面去嫁接。现在这个都愈合了，对。但是看底下这边，它就会试着去长一些新的主干出来。这个的话就是它需要。哇！你在破坏别人的咖啡树啊？没有，这个是必须被破坏的部分，所以庄园主他们也都要定期来清理底下的这些枝条，再长出来，它就会抢上面这些树的营养，所以底下这个就是要清掉，这个就可以丢掉了。大家就可以发现底下长出来这个它的顶是褐色的，但你看我们这边的叶子，艺伎的叶子出来是青绿色的，它其实就真的是不一样的树种。这大哥很会拍耶，眼睛张大一点，对，很凶的感觉。这边的树的那个叶子颜色都超漂亮的，感觉每一颗都很健康。感觉这边的地力啊、土地的状况，然后整个气候都是非常适合的。3枪的声音，白噪音系列，对。在巴拿马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的原始林里面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可是如果人很吵，他们就不会有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很安静，他们就会出现。真的让我想到巴拿马，在巴拿马也是走到一半，那个庄园主就说是什么鸟？然后我们就开始听，然后再看鸟从哪里出来。每个庄园是不一样的方向，
方向会不一样。没有所谓的特色。对，咖啡就是多元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刚离开那个豆御香，然后我觉得两个庄园的走向真的非常不一样。豆御香就是走一个崇尚大自然，然后跟整个森林一起共存的这个概念，然后鄒筑园就是走一个非常科学化，把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引进在整个农业栽种上面，还有后期的处理。What do you thin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farms? そうだね。もうさっきのはすごいシステマチックで、なんかね、ちゃんとビジネスのとしてのコーヒーなんだけど、今の農園はもっとこう自然と共存する農園、めちゃめちゃ森だし、めちゃめちゃネイチャーって感じで。So what's your favorite flavor you'd taste? Just これのチェリーでメロンみたいなね、スイートネスがあって。でも美味しいチェリーってすごいジュースもあるし、果肉もすごいチックだし、なんかね、あれをちゃんと見分けて取るのすごいよね。很有趣，因为我觉得你来豆御香啊，你不能只花1天，你要2天，一天在台南的实验室，另外1天是在自然，因为它2个风格完全不一样。这边就是大自然，然后你可以吃到很多的 cherry， 在鄒筑园那边你是看到很多品种，那这边你是吃到很多不同的桂夏，不同株的桂夏。刚好我们的时间点在鄒筑园那边已经采收完了，对，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果实了，刚好在这边还有。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完美，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它系统化的那一面，你就要去台南的它的实验室，因为那边呢他们号称是有全世界最多基因资料库的实验室，桂夏的，因为那边有教授负责比较 data 或者是科学的，所以在那边你就会看到豆御香科学化的那一面，所以我真的觉得两边都有很好的一个体验。那这是我们这次在阿里山的这个旅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艳，就是每一次来阿里山都会有一些全新的体验。今天就这样哦，谢谢Chacha，谢谢 Rikuto， 好开心呀！这是今天最大的难关，哇，这次雾超浓，而且外面也几乎都看不到那种。其实外面很漂亮是那种床树影。